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个马耳他的数字游民签证。那么马耳他这个国家呢，它是南欧的一个小岛国，以温暖的气候和田园诗般的沙滩而闻名。这个南欧国家呢，还拥有壮观的景观，非常适合徒步旅行、骑自行车和攀岩等户外活动，所以马耳他成为受欢迎的旅游中心也不足为奇了。很多人可能对马耳他的名字听说过，但是不知道马耳他在什么地方。我现在打开谷歌地图给大家看一下。正如我们地图上看到的这样，马耳他其实位于南欧的地方，意大利的南面。这个地方的气候比较好，差不多跟塞浦路斯一个纬度线。好了，我们说回正题。现在我们来看马耳他数字游民签证的官方网站。首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马耳他这个网站的网址啊，它是专门独立给这个数字游民做了一个官方网站，网址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网站的话，它做的非常精妙啊，因为它这边还有个录像，这个视频的话啊，我刚刚看了非常好啊，我可以给大家放一下啊。大概的话意思就是说，马耳他这个地方呢非常适合生活啊，然后官方语言是英语啊，然后300多天都是太阳的啊，晴天啊，这个大家可以有兴趣看一下。然后我这边可以把它翻译一下。好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数字游牧民的居住证啊。数字游牧民的居留许可使持有人能够在马耳他合法居住的同时保留目前在另一个国家的工作。说白就是说你在马耳他那个工作吧，然后你的工作是来源于另外一个国家啊。该许可证啊向能够利用电信技术远程工作和不受地点限制的个人开放。那么很多做设计啊、做程序的人，他们其实都是适合这个东西的啊，因为本身的话，这种 work from home 的方式的话，现在越来越流行了啊。马耳他已经接待并欢迎来自欧盟的数字游牧民。那本身欧盟的话，你欧盟成员居留卡的话，那你就可以直接到马耳他去总居住嘛啊。申根居的话，随便可以跨国嘛。但是呢，这个居住证呢是开放给来自第三国的个人啊，就是说我们随通常啊，但不一定需要签证前往马耳他。那么基本上就是说呢，就是很多人的话，没有免签资格的啊，不能随便去欧盟的这些国家的人呢，就是来源于欧盟以外国家的人呢，可以适合啊。这个本身的话，你欧盟的话，你就不需要这个申请这个居住证了啊，申请这个签证了。该许可证有效期为1年，只要申请人仍然符合规定的资格啊，马耳他居留局可酌情申请延期。这句话意思是说呢，一开始给你1年，然后呢，你1年之后呢还是符合这个资格，那你还可以延期啊，那么比较符合啊。那么关于新冠疫情的话，这边就不说了啊。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资格表格、常见问题手册和指南啊，然后我都看过了啊，我一样来给大家解释。首先，我现在打开了页面是资格页面啊，资格页面的话啊，申请者必须证明他们可以使用电信设备远程办公啊，那么就是数字游民的本身的一种工作方式。申请人还必须是第三国国民啊，第一国就是马耳他，第二国的话就是这欧盟的国家，那么你必须欧盟以外国家嘛，必须证明他们属于以下3个类别中的任何一个啊，任何一个就行了啊。那么3个类别，第一个类别呢是为在外国注册的雇主工作并签订工作合同啊。如果说你呢，你是给中国某家公司或香港某家企业，那么有合同的啊，雇主工作的有合同的啊，你就可以啊。那么为申请人为合伙人、股东的外国注册公司开展业务活动的，那本身你是开公司的，然后呢，你要在马耳他有做什么业务啊，也行啊。第3点，向常驻机构设在外国，并与申请人订有合同的客户提供自由职业者或咨询服务。这一点呢，说实话跟第一点差不多啊。比如说呢，这个点呢，就是说你是自由职业者，然后呢，你呢，申请人呢，就是你自己有合同啊，然后这个比如说你呢，作为自由职业者，你生活在马耳他，然后呢，中国或者香港的企业，然后跟你是有咨询服务的，他们咨询你嘛，啊，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的。那么下面这一点啊，这点的话，他没有写第4点啊，就是有一点呢排除啊，比如说你与外国公司签订合同，并为该公司马耳他子公司提供服务的人员，没有资格获得游牧民居住许可证。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是华为的员工啊，然后华为的员工呢，然后华为在马耳他有子公司嘛，然后你派到华为这个马耳他子公司去工作了，那你这样是不行的啊，这样的话必须工作签证啊，这个跟那个
数字游牧民签证的话有区别啊。数字游牧民的话，主要是还是工作在境外的，收入也来源于境外啊。那么此外，申请人必须达到每月毛收入2700欧元的门槛啊，就是毛收入啊。等于说这个毛收入的话，相当于是税前收入嘛，就是大概3000美元左右嘛啊门槛。其他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将有以下规定的预职代理政策啊，这什么意思呢？翻译不是很准确啊，其实这意思就是说，只要你达到这个门槛之后呢，其他的符合条件的成员呢，就是家庭成员，比如说子女啊、配偶啊，可以根据你的签证，然后他们也获得这个资格啊。那么申请人还必须A、B、C、D 啊，这个比较简单了。第一个呢，有效证件啊。第二个呢，持有涵盖马耳他风险的医疗保险，这个呢，我在我的视频下方是有一个专门的数字游牧民的保险啊，那个保险是全球都可以用的啊。持有有效物业的租购合约啊，这个的话你要租个房子啊，因为在任何国家，在发达国家的话，很注重这种地址证明啊，所以说你没有地址证明的话，你很多事情办不了。那么最后一点呢是通过背景调查啊，这个的话基本上就是只要你不是军方的人员就行了啊。除资格证明外，还适用获得签证和类似许可的标准规则和程序。这个基本上的话就是说，你本身的话，除了这些呢，就是通常还要得走这种签证程序嘛，签证上规定上差不多啊。比如说你如果在马耳他之前预期过，或者说在申根区预期过，那你申请这个签证的话，我觉得很难啊。基本上它还跟签证差不多，本身签证需要的要求你都得有，然后加上这些要求啊，就是说1、2、3个里面的第一个啊，其中一个，然后呢收入达到2700欧以上，那这样的话就有资格了。然后我们看常见问题吧。常见问题的话，它原本是英文的，然后我就把它翻译好了啊。那么首先的话，这边申请资格的话已经讲过了啊，然后这边的话有些国家是不允许的，比如说那个俄罗斯跟白俄罗斯的话，它被制裁了啊。这以前的话可能允许的，现在是不允许了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些介绍，比如说关于配偶啊，然后申请流程啊，申请流程的话，你可以通过这个邮件发到这个然后咨询甚至他这边还有提供代理服务啊，就是说他这边有提供了一些代理列表，然后你通过代理的话也是可以提交申请的我刚才看过的一些网站了。然后呢，这边的话申请费用的话300欧元啊，不能退款，然后不能用现金支付啊。然后呢，他这边还要提供一个背景调查啊，背景调查的话，反正你不用管嘛，他们会查背景调查的主要背景调查的话，就是查你这个人有没有对国家安全有影响一般来说都没有问题然后呢，到达马耳他之后然后你申请人需要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他们安排生物特征采集预约，什么意思呢？就录指纹或者说虹膜或者说拍照片这的。那么这样的话，你才能签发这个居留卡居留卡的话，大概要2到3周必须亲自到这个办公室去领取卡片，并携带护照。那么可以聘请代表协助申请程序吗？这个当然可以的不然的话他都不会去把他这个代理列出来费用就300欧元，这个不是很贵那么如果说你要添加什么申请人的话，也300欧元不是很贵。那么批准的话结果的话都是通过邮件来通知的那么拒签原因拒绝原因，这个的话他不会告诉你的那么如果说有什么拒绝原因，他不会告诉你的，而且不限制于如果说先前你被申根签证拒签过很有可能你申请不了他这边有写出来的还有犯罪记录这些人拒绝的原因可能包括但不限于犯罪记录、不良媒体和拒绝先前申根签证申请那么这个的话大家注意一下，如果说你被申根拒签过的话，最好慎重考虑一下那么有效期的话是1年。好，我们再往下看那么续签的话是可以续签的续签的话这边要酌情资格，比如说未符合续签资格你如果说1年当中住满了5个月以上，那你可以续签，如果说你住不满的话，那你就不能续签那么当然的话还必须符合这个相应的经济活动标准，就是每个月2700欧的标准嘛。那么什么时候申请更新呢就是你延期呢必须说提前45天申请。关于住宿的问题住宿的话就是说申请的时候不是要提交住宿证明嘛，不是要租约嘛那这样的话很麻烦是吧？它是这样的一开始的话他发出原则上批准的批准函原则批准函就是普通批准函然后预批准函给你批准了，批准之后你再提交住宿证明，那
最终它会发出一个最终批准函啊，等于说是一开始的话，最早的话你不用啊。那么到达之后呢，你会有一个临时住宿啊。那么临时住宿呢，可以最长1个月啊，因为你刚刚去的话，你要过渡一下嘛。当到那边的话，可能住个民宿啊，或者说酒店啊，然后你再搞一个什么这种租约啊。那临时住宿的地址包括酒店和 Airbnb 这边写出来了啊。那么临时地址啊，签发居留卡是不可以的啊，你必须有这个1年合约的这个住宿物业的才能发居留卡啊，而且只有在生物识别啊，就是说录指纹过了。当然的话，马耳他这边好像很多人去购买房产啊，购买房产的人也很多。那么住在自己房子的话，那肯定没问题的啊。然后这边还有一些问题很搞笑啊，比如说可以住在游艇或小船的码头上嘛啊，这个肯定不可以。住在大篷车里可以吗？啊，不可以。你本身的话，你都2700欧的话，说实话，这个收入在马耳他生活也是挺不错的啊。马耳他这个物价还是比较低的，我刚才看过了。好，下面的文件的话，基本上都是关于这卡片啊、居留卡的问题啊。这个居留卡啊，包括这个签证的话，其实就属于这个 D 签证啊，就是申根国家分2种签证，一种常见的是 C 签证，是短期游客、短期滞留。D 签证的话，属于长期居留啊，长期居留身份是有那个居留卡的。那么就居留卡的话，你说实话，你在马耳他居住啊，也可以，你拿这个卡，你去德国，反正申根国家都可能走啊。那么下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数字游牧居留许可呢，能不能申请长期居留啊？就是永久居民啊，或者公民身份啊，这个不可以的啊。游牧居留许可不会导致任何类型的永久或长期居留权或公民身份啊，这是不可以转身份的啊，不可以获得永久权的啊。关于健康保险的话，这边是必须提交的啊，这个除了英国国民是不需要提交，那么其他国民的话都需要提交啊。这个去申根国家签证，我们去旅游的话都要提交这个医疗保险啊，这个申根国家确实很注重啊。那么反正的话，你要这个保险的话，我反正视频下方都有这个链接啊，数字游牧民的链接。而且如果说你万一签证被拒签了啊，完全可以退款，不影响。那么整个的话都看完了啊。那么这里的话，它还有一个说明啊，就是申请流程。比如说那个你呢，先看这个有哪些需要的文件啊，然后这个收集文件，然后提交申请，300欧的行政费啊，然后每一个申请者300欧行政费，然后他们的代理人或者说他们的机构授权人会背景调查，然后呢检查你是否 OK， 然后再通过邮件来通知你这过程是否完成了。然后呢，你到了授权之后呢，你到达这个马耳他之后呢，你就是临时呢先过渡一下，住一下酒店或者 Airbnb， 然后再拿一些住宿证明啊去录指纹，然后再拿这个居留卡，整个流程都是很简单啊，不是很难。那么关于那个表格的话啊，这边有表格啊，这个表格的话，这边你可以看一下这表格 N1A 啊，因为有些人的话，他是一个工作者的形式，这个 N1B 的话，这个应该是老板的形式啊，你看这个图片都不一样。那么如果说你不会搞的话啊，这边的话，它这边还有一个专门是给代理服务的，比如说我点击这里啊，点击这里之后，我跳到这个网页，跳到网页的这边有个 agents 啊，然后这边的话你可以有个列表是吧？那我点进去之后呢，看了一些网站啊，它都有啊，然后呢，你看都有是不是啊？有些呢还有中文提示的啊。马耳他这个地方呢，说实话很多离岸公司吧，跟塞浦路斯差不多。那么你比如说我刚刚看了这个网站啊，我打开这个网站了，这个网站是一个他们授权的代理啊，持盘代理。你看这个语言的话还可以调成中文啊，那中文的话它都有啊，公民身份、居留权、房地产投资啊，等于说这个地方呢，马耳他的地方估计就是类似于香港啊这种啊，税务应该很低。好吧，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网址啊，这个完全在这里面都有啊。